我会说这个是未来房价动涨20年是好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叫做专业收租。专业收租在现在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专业收租在房地产冷盘的时候非常的有优势，而且现在的时代版本答案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呢，租金正在大涨，因为租补嘛，租补是怎样？租补就是房东就把价钱又开高了就是这样。好，那这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因为租金在涨，然后房价持平，我靠，这个还不出手，就这样所以会出现专业收租。那专业收租又加上银行没有人要去申请房贷，所以房贷会怎样？会解放那解放的话，如果能够出现近景那什么 George Mary 那个你买房你要贷500万，他放你650万这种事情，他就说你要装潢就直接给你了因为房贷放不出去，不是很好，就是这样好，然后专业收租的人会形成一个什么局？20年都没涨没关系真的完全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因为这种人他渴望的东西，他就不是什么大量的价差。我知道你想的可能是我就要买房子然后重大建设然后涨了之后我就把它卖掉，然后我就赚好几百万，然后这种房子我来个4、5间，然后我就财富自由，安诺多安诺。我们不是这样想的。买房不该先求有再求好，未来房价会动涨20年吗？先说结论我还是认为还是要先求有再求好，先上车再说，因为现在也没看到什么房市会动涨20年的前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防水闸门的补助款要下来了，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先求有再求好的时代过去了吗？这次我们来讲一篇发在 PTT 上的文章，标题我念一下，闲聊，先求有再求好的时代过了吗？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原 po 说以前都会讲先上第一台车，免得被房价抛下车。那看现在的房市的状况不太妙，如果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5成，还一堆银行不想做。那先买第一屋，想要等增值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变得不太可行？是不是直接就给它归到终点，存到愿意住很久的房子会比较好？这样好，你看真的是每半个月1个月就会跑出这种月经文那我们这次就来剖析一下，先说他说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未来的房价直接动涨，然后一动10-20年这样我的判断是这件事情极难发生，因为像他现在讲的是因为银行现阶段出现了不好贷的情况，根本原因是什么？银行法第72之2条的限制，就是水位啦那跟央行的打房，那杨金龙杨总裁都已经说了，他现在没有要打房那现在银行不愿意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银行满水位的问题。我们就来讨论为什么72之2条松绑的机会很大我认为未来势必会推出解套的办法政策。为什么？因为2025年的预售屋交屋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永庆房屋推估2025全台预售屋的交屋可能高达106924件超过10万户。好，你想想看，如果这10万户里头的这个预售屋吗？是有能力直接就不贷款现金买掉的人多，还是用首购用新青安的人多？我未看先猜，这8成以上都是首购新青安而且我之前也读过那个建商的代销出来讲的，就是说一个案子除了什么股东保留户之外大概就是会有10%的房子是人家不办贷款现金买的，所以也就证明了大概8成的人都是需要贷款那需要贷款再来拆分是首购还是第二屋比较多？那第二屋现在卡到5成，不是都在那边毛起来在平转了吗？就这样。好，那所以首购的人才会比较多。那首购的话有新青安为什么不用所以新青安的人应该占据大多数。我未看先猜，这8成大概都是新青安为主首购为辅。我们之前有一片影片就在讲说，有5成的预售屋都是年轻人在买的，真的年轻人都买预售那你还没看过的话，点一下右上角来看一下。好，那新青安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2026年7月31明年的相当于这个时候。所以除非政府现在说因为银行要满水位，所以未来新青安提早截止，不然它一定会遇到爆水位的问题，一定。然后你看新青安也是你政府讲的我现在我也是首购我也没那么乱炒房或是干嘛，然后现在银行就不拨我贷款，你是要逼大家抗议大家游街抗议对啊，所以
这个政府之前对新青安开绿灯开成这个样子，也就证明了他一定保新青安，对不对？保新青安去宁愿去打到换屋主，他也没差，他就是要保新青安，所以一定会让这个大量的新青安去好好的交屋了，这就势必突破现在的所谓的控管所以我说会有解套的办法是这样。怎么会去卡新青安？新青安这已经变成总统的面子了，这个怎么会去卡他？新青安造成的这个弊端远远大于这个优势就是缺点比优点还多啊，照样绿灯凭什么？就是这东西不可动摇啊。那你今年遇到最大交屋潮，大多数都是新青安，然后你让这10万户里面不用多3万户都是新青安，可是都带不下来，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杨总裁杨金龙杨总裁也讲了，他们现在正在研议的是否调整总量管制的方式，变成限制法人购屋。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有机会解套。那我认为原 po 讲的这个问题20年动涨什么的很难发生。最后你要知道，不要用股票思维来看房子我们也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位原 po 会认为房市未来无望，然后会继续动涨这样。我的猜测是因为他用股市的角度来看房子他在房市这边是新手，然后在股市这边是老鸟股市的角度是怎么样？变动极快，真的是极快。今天那个川普说什么讲什么又说什么莫名其妙的干话，然后明天就出现一个什么新闻，马上就反映到台湾的股价上，就这样非常的快速。房地产就不是这个样子，就像是之前的川普血腥7日这我们大家台湾在关清明连假然后就爆了就这样全球关税，台股连续大盘跌停3天呢，这是夸张这没有人意料得到但是房地产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对不对？除了少部分零零星星的，就是急着要卖房子、要增贷、要救儿子、救女儿的这种，因为他儿子女儿去做股票被弄爆了。所以就像是原 po 讲的这个银行不愿意贷款的情况其实只要央行一松口或是金管会那个金管会它下面有管银行局嘛那只要他们一松口，迎刃而解。那你说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原 po 讲的房市一动涨20年？我认为会出现的这个前兆正好相反，叫做都没有人要来申请房贷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现在叫做大家都海量的房，你至少10万户在那边要房贷，是怎么搞就是搞到大家都没有要去买房。台湾也经历过但是那时候我还小，你听一些老人干够他们都会讲就是 George Mary 现金卡的时候知道这张卡都有点年纪，这个好像我国中的时候吧反正就几边行啊什么有没的那时候就真的没有人要买房子没有人要买房子推房贷，那时候很夸张嘞。那时候他买房子拿去贷款都是什么你要贷几层你房子要装潢就超贷给你了，我靠，银行直接超给你就说你要装潢就这样，这就表示什么？就是没有人要买房子，要到那个时候房地产的价格才会就是这样被压制住。所以这个信号应该也是会很明显，就没有人要买房子现在叫做大家都想买房子，但是被卡来卡去就这样。好不然你去买股票然后你去买股票，现在川普任期里面动不动来爆破一下，这很恐怖的事情反正就是没人想买房子的时候，银行就会打电话给你现在房贷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容易发生什么一动20年这种事情。好，那我们反观上一波，有真的动到20年？其实也没有对那很明显这件事情现在不会发生，未来这几年也很难发生。房地产就是资金的避风港现在可以这样子理解了。你千辛万苦打工跑熊猫怎么有没的，你存到100万，然后你干进股市，然后突然给你了风光大振，好，给你涨到300万好了，好，你要退休吗？你怎么退休那假设你的运气极好你投100万，然后突然变2000万出来，你说那么好赚20倍，那你把2000万再投进去，再出来就4亿了，去你看他敢不敢？谁敢呢？大家会做什么处理？先买间房子保保底，就是这样所以房地产一直以来都是资金的避风港，就是有那个需求，然后有那个需求的话就会撑在那边，然后又在那边讲说少子化什么了就跟你说蛋黄区是几乎是无敌的东西你看这次的台风，像刮一次，台南市区几天回血，1天回血，市长还可以在那边新开幕的那个剧集，还是想想吃到饱餐厅，然后偏乡地区到现在还在盖帆布，就是这样这就是未来还会越演越烈的东西，蛋黄区那所以很难，这需求就是存在资金的避风港
政府现在把房地产的门槛都弄得那么高，大门紧闭，弄来弄去，他要逼钱去哪里？逼钱去股市，然后就遇到台股爆破血星期日，我靠，很惨欸。然后呢，我是保守的人，我不做股票，我做美债，好像也没比较好。总之就是这样。哦，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哦，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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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那个房地产冻涨20年，我会说这是好事情真的，我现在没有怎么发疯了，没乱讲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2024年上半年实在是太他妈疯狂了，这个不健康的疯狂，你知道，有能力没能力买的人，通通都在挤来房地产这边，造成竞价。那个我们买个自产用的房子，你不用算一下投报结果那个新青安就月薪3万也是贷1000万给他，然后就搞就变成说大家都房子就被不断的被竞价竞上去了，就很不健康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去做房子，这也是绝对正确，谁能料到说那个台股血星期日，谁能料到就想不到嘛，就是这样嘛这就是对我们房地产来讲的黑天鹅的事件，但是对股市来讲这叫灰犀牛，就是川普早就有说要对关税动手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去年还持续有在自产的人，我们也没做错，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你料事如神你在那边去年上半年就说没有，明年的话川普就要对关税动手，台股会被爆破什么的，胡乱。然后即使你真的去年没买，然后你等到今年你买得到便宜哪有？就是这样。好，我会说这个是未来房价冻涨20年是好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叫做专业收租。专业收租在现在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专业收租在房地产冷盘的时候非常的有优势，而且现在的时代版本答案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呢，租金正在大涨，因为租补嘛，租补是怎样？租补就是房东就把价钱又开高了就是这样。好，那这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因为租金在涨，然后房价持平，我靠，这个还不出手，就这样所以会出现专业收租。那专业收租又加上银行没有人要去申请房贷，所以房贷会怎样？会解放那解放的话，如果能够出现近景那什么 George Mary 那个你买房你要贷500万，他放你650万这种事情，他就说你要装潢就直接给你了因为房贷放不出去，不是很好，就是这样好，然后专业收租的人会形成一个什么局？20年都没涨没关系真的完全没关系为什么？
他们要这样子做，因为这种人哦，他渴望的东西，他就不是什么大量的价差。我知道你想的可能是我就要买房子然后重大建设然后涨了之后我就把它卖掉，然后我就赚好几百万，然后这种房子我来个4-5间，然后我就财富自由，安诺。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想的事情是就重大建设，好不容易你熬到落成的房子把它卖掉是买不回来的呢。对有没有什么方式？然后我们这种保守的人，我们买房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想要价差不是我要那个租金就是这样我要收租所以说我只要租金高就好，那取得的成本越低越好，因为这样投报率高嘛。那在房价动涨20年的情况之下，就是没有人要考虑去买房，我取得成本会变便宜。我说我取得成本包含房贷利息因为银行就放不出去没有人要做房贷，那很好就包租，就专业包租就对了。然后在 SARS 以后，也确实有出现所谓的专业收租人很多什么一个年轻的小男生姓罗吧，是吧？然后这么桃园搞了7-80间这个都是要在那个时候，也就是没有人要做房子的时候然后他去做专业收租，这才有办法去累积跟聚练。你在去年上半年你怎么做专业收租？大家都在竞价，你根本买不到房子，合理的价钱买不到房子，就是这样所以未来动涨20年 OK， 未来如果继续房价涨更 OK 房地产就是这样保守又稳健，败无可败我们剩下真的要担心的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比方说什么？比方说超大地震比方说第3次世界大战，比方说对面过来之类有了没事，这都不是我们能控制我们就不管了嘛。好，所以房价动涨20年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再加上现在的重大建设，请问有停吗？重大建设又不是说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铁道局看一下现在台湾房地产的表现不好，那我们不盖，没这种事情就是前瞻计划该盖就是会盖。前瞻计划我一讲你又要骂了但你不可否认它就盖出很多东西嘛，很多重大建设嘛。以高雄市来说，也不止公部门，民间也在盖富邦凹子里 BOT 案，对不对？那个这么大规模的开发案，现在说2028开幕了，但是2028开幕应该是完全体，就是百货公司也好了，旅馆也好了，商办的装潢通通都好了，它应该是会分阶段，比方说还有那个商办可能就先上班了，然后其他还在慢慢装潢这样。好，那最后没有停。富邦这个是商人民间的商人，民间商人更应该怎么样去参考现在房地产的表现不好，那我们不要盖了，我们盖了我们停工，不可能就这样继续盖，把它盖好。然后下半年异想天地2期就要开幕了，会供应出电影院北高雄的电影院跟那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一供应又有超过1000人，我会员影片会再拍一集，陆陆续续都要开花结果，然后等到明年凤山拉拉破就慈济城堡旁边又要好了重大建设都没有停，然后房价动涨，然后租金正在大涨，哇靠，这不是天时地利吗？我没有讲干话，我也不是在说什么我买房子一定要涨或者什么，我没有差只要租金 OK 就好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老了有房也有钱。虽然老了有房就会有钱但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前提是什么？你手上要有房那为什么会有钱？生租金你都把房子卖光光，你手上只剩下钱，我个人认为不是那么理想因为你看很多身上一堆现金有钱的长辈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猎物会变成各种你不用诈骗集团这个身边一些心术不正的亲朋好友就想要拐他的钱了，但你的钱都被锁在房子里 OK 然后你就收租，真的被诈骗的是被骗到租金而已，人生还是相当的安全有保障。我们要老了有房也有钱，我要有房我要有房房价动涨20年就来动又没关系银行松了绑，租金还在涨，重大建设没有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房地产的游戏一定要变成股票一族？他们就是我买了就是3年之内要大涨，这样我才要玩。好那有什么好玩的？那你应该要去做股票股票那个才刺激吧！我靠！我说真的，我真的完全没做股市，因为我看到会怕。那我们就做房地产，结果房地产在这个台股血腥被爆破成这样，房地产没事，那也还不错就是这样，在我看起来很稳健甚至未来房价动涨20年 OK。我们就是去买电梯大楼的3房，然后整理完之后收租，慢慢收，等到我老了，收个20年、30年的租金，房贷都清了，舒服到时候就是真的很舒服了，那才是我要的晚年老了有房也有钱。我把房子因为重大建设，然后就卖掉，然后身上一堆现金是要干嘛啦？以我的性格，我一定还是要回去趴在不动产上的，
所以说动涨20年对我来说，我累积到的房子数量会变多，这对我来说会是好事情。当然房价大涨也是好事情。我现在没有在那边什么时候乱讲给你安全感或者什么，而是说房地产的游戏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么难输啊。它不涨也不跌 ，OK， 它大涨当然很 OK 但是你就有后路，你知道，房地产连续下跌也没有不能做，为什么？我们就是买来收租啊，也没有不能做。我们现在像高雄啊，真的是3房的收租的话，应该整理完你要上到3%、3.5%、4%都是做得到的。台北、新北我知道没办法。然后房价连续动涨20年，然后随着基本工资提高，通膨起来，那个房租继续在涨。我之后就怎样？我之后这个房子的投报突然有一天，可能过了5年、8年后变成5%，那很好吧？对啊，那非常好吧？比我还安稳的东西，大概就是中华电信或国债了嘛，就是这样嘛。所以没什么问题啊。中华电信又不能让你贷款80%，所以 OK 了。那房子的这些事情，房地产你要动涨20年。我个人认为难，那如果它发生了怎么办？我们都有技法我们都有剧本可以去应对，可以去，这就 OK。如果现在把我丢到股票，我靠，我完全没办法大概爆了就要跟着大家一起爆。然后在房地产的话没关系至少以我们的专业来说，进可攻，退可守。我再说一次，老了有房也有钱才是追求老了有房也有钱，所以说你的房子赚很多钱，你把它卖掉。然后你捧着，我随便讲你现在户头里趴着2500万现金你要干嘛？你就是等着被骗而已啊！你要干嘛？所以还是会买一些东西慢慢来放放什么？放房子你要放股票也没有不行看你敢不敢，就被爆破嘛。你说没有爆破也会爬回来如果爆破爬回来你都不害怕的话，那台股显性其实大盘在跌停，请问谁受得了？对啊，谁受得了？我们房地产不会遇到什么这样子的情况。对啊，所以就选择好自己的路，然后像我就是房地产这一派的然后有人就是股市派的去冲杀一生都没有问题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我要老了有房也有钱，房价动涨20年，连跌20年连续大涨20年，我们都有剧本可以去应对 OK 啦。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
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